兄弟们，这回完蛋了！咱们开的是这个灰色的星越 L， 这个白色的吉利帝豪呢，它变道把咱们右前角给撞了。但是现在交警来了以后，定他的责任，他不认责，他说我超速，而且他说他是正常变道，我呢突然过来的，对方现在不认责任。我的左边是花坛，我没办法避让了，所以说现在，哎呀，车主那边也难说，然后我这边还得去重新定责。兄弟们，当时这个呢，我是正常试车，车主来修什么呢？胎压3个不显示啊，有一个偶尔显示，有偶尔不显示，老早就出现了有个半年多，快1年了。然后呢，就当时建议他是换4个传感器，4个传感器换完之后路试啊，因为当时4个传感器换完之后匹配完了，电脑上显示平均速度在30以上，有个1分钟或者是2分钟以上就可以。离我店不远，我经常试车的地方车很少。撞咱们车的那个吉利帝豪呢，也是在试车，只不过是车主开的，修理工在旁边坐着啊。当时咱们直行嘛，他看都没看，一把方向拐过来。我当时30多迈，不低40迈啊，也是绿灯嘛，我正常通过，我道正常直行，他突然过来了，然后我当时真是措防不及，已经来不及刹了，他一把就直接过来了。我俩平行的时候，他一把直接过来了，所以说撞在咱们这个车的右前叶子板了。看一下这个车，这个是吉利的星越 L。咱们修的就是胎压，现在胎压呢都完全匹配，完全正常，就是唯独把车主的车给蹭了。咱们现在已经回到店里，咱们刚才已经跟车主联系过了，车主呢很生气，但是咱也能理解，这个我真是避免不了了。但凡能避免，左边是马路牙子，我坚决不能往马路牙子上走，一旦往马路牙子上走，车主会更生气，损失更大，而且自己负责，到时候咱也更难受，车主更难受。等会儿看车主来了怎么说吧。现在因为对方不认责，当时呢交警到场之后，交警就说了他的责任，然后他不认。我问交警应该怎么弄，交警给我们2个的一个地方，我现在得过去，我不开这个车了。因为车主一会儿要过来看车，咱就先把车放家里，开着咱们的自己的车去事故定责。现在对方死活不认啊，他觉得他是虚线变道，而且他说我开得快，我30多迈40迈根本不算快，他10迈不到10迈啊，突然拐，反光镜看都没看，而且在我俩平行的时候他突然拐，所以说我猝不及防。咱们这个车呢，现在是右前叶子板前杠这块呢，是他以前有的伤，主要是右前叶子板。因为照片和视频我都拍完了，我就把白的给擦掉了，看一下伤没伤漆倒是没伤，就这个叶子板，就这块欧线了，然后这个轮眉这块欧线了，这一道，但是这漆都没掉，咱们就给它做无痕修复，顶出来，不伤任何漆。然后前边都没伤到，这块都没伤到，这块呢是他以前的旧伤，当时车主来了问我了，这块是他以前的旧伤。然后这个保险杠也是他以前后换的，看一下，这也是他旧伤，不是这一次过去的。因为当时车主来换传感器的时候问我，他这个车要喷漆做这些东西了，当时这地方是都有的。这个杠为什么是后换的呢？原车杠不会出现这种层块掉漆的现象，你看它这个漆处于炸皮鼓包，一抠就掉那种，所以说这个杠是后换的。这些都是旧伤，唯独现在就是说这儿变形了，但是没有掉漆，无痕修复出来，保留原漆。剩下就是轮毂，这是他以前的旧伤。然后呢，这块是新蹭的一点，
和这儿，轮胎是没伤到，轮胎有一点印儿，一擦就掉了。这一块儿就这2块儿，别的没了，剩下的其余都是它旧伤。这几块大的都是它旧伤，别的倒没啥。轮毂就做一个修复，顺便把这伤也修复了，整个做一个喷漆，这就是一个纯黑的。哎，现在咱们先去交警队，因为咱们出了事故，第一时间跟车主联系了，车主非常不高兴，但是搁谁身上谁都不高兴。咱们先去交警队把事故处理完了，回来看车主怎么说吧。到达目的地附近，兄弟们，我们到了，大家准备好下车吧。走。啊？有点事儿。你好。走，你短信打开，房号给他。行驶证、驾驶证、保单。我的驾驶证照片行吗？我的保单发给还有保单。你要那个不？ 3个。短信。你要把这个看看。把你短信我们证件全都。证件我现在只有个相似证、驾驶证都是相片，都是照片。短信打开，我跟你说哪一个。那就看照片就行。没拿是我的驾驶证。我忘了你那天开那个车吧？副本呢？我那个车。我拿。看得清，因为这个后台到时候拍照，还完全看不清。是从前面。对。我的右前，他的左前。咋行走的？我直走，他过来了。我靠左边道直走，还有张照片。这样，你看吗？我从红绿灯直行，他想调，我不知道他想调头还是他变道。交警在那儿定他的责任，他不认。交警说明摆的事情。我说那怎么弄？交警说那你们只能麻烦了。那现在这个，没事，让他对方把那个证件弄全，都是人，让民警再给你看。行。给我俩。我俩事故。来，谁照片或者视频来？我这有。我这发的二码一把这个码扫给发上。见到看得清。我这个是在手上，那个好像，那是录下去。录下你把它发，通过微信发，你现视频在相册里边呢。啊，对，我跟你说。就是前毛五路。你现在进这条路，这条路叫啥？对，就这条路。这条路叫个啥名字不？这条路看地图上，从这儿截止前这一段写的广安路，地图上写的。看我哪儿我编的，这哪儿是我编的？哪儿啊？这不就邓河东吗？这不哪儿是走的？绿灯哪儿是走的？地图上我编了。编了住哪编的？别人哪知道过来了？啊，对呀。这个倒可以执行，也是你的责任，你看你认可不？也是你的责任。你哪个去警是那个嘞？啥的？哪个警到后头那个嘞？是后个啥？看了还往我编？看都没看嘛，你从车道看，你是不是立马就变的？你们自己看。我有时候我是从哪来的？就看你责任，你看任何责任管理，快别点就是服务点。你这事故事情我给你看得很清晰。
你还不是你变完了，等于屁股后边的都你变完了，都是你变完了，知道吧？也对到你车的等后方，叫别人看这追尾的时候，知道吧？我事故你都责任都统你上的。我知道。啊，所以这事故很明显啊，你看认可不认可？像方便的，在这个视频这东西，谁又编不了这东西？谁会的伪造视频，是吧？那是不得了的，这东西没啥问题。你看，连这个倒看，组长在执行了，看到没有？行政人员到可以执行的。行，看，是你的责任。你的责任，认可就叫我赶紧来给你办理。这东西你这事故不管让谁定都是定你责任的。现场就定了，他不认。不是不认，关键是显示虚，原先。你看到没？咱俩很明显的，我执行你变过来的。不管是虚的实的都更不用说了，虚的你也得确认安全的情况下。我也晓得啊。他有人在玩吗？你说你变过来，咱俩车头怼的车头，对不对？我要怼你屁股，那有可能占我的责任。咱俩都当时你车头，我车说明已经过来了，你直接变过来的，对不对？你从刚才那视频里头看，你直接说打就过来了。我绕线上了，我在头你，然后在后面把我撞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撞的就是你看东西，你这事故太简单啊！你的责任为啥事？我知道，我就是也是说现在就是万一违法，10些年就是确实别这个道，那就是那也把我对了，我就给把那个了。现在在虚线上，你虚线你也得确认安全下，你看他变道车道的不得妨碍相关车道你车辆正常行驶。我知道正常行驶，我是拿警照后头是也车的离我是远，我别过以后，你擦来过来往对了。这地方就得看见。所以我就是那个意思。你看你车头是刚过来你车连一半变化没变化，我就过来了。就是他就是太快了，因为那个路是限速。快你能刹那么快就刹了。对，我踏完太快了。你看人多，人家知道开边习惯了。所以我都现在就是把你现在就是为啥或者是商量嘛。我跟你说，这事故他10个民警会盯你全子。我知道，他现在就是太快了，你搁到平常也现在开能那个。你先从哪块看那件事都快了。咱先这些证据来看，能从哪能看来看快？你说看吧，我看看，别过来，嚓！你看这中过来。你看我才刹了几米，然后你看我才刹了几米。你现在从开始能看见他，我才开始给你点放，你看我就2车的距离，你能说我快吗？你说我擦的开前面远20的，你说话他明天擦有明天过去知道吧？那警察都考虑过事，你这。我先开始把这，我先给你，我先给你开始暂时。我都平常在刹就是60码车轻拖，知道吧？因为啥？你看，这前面车都就在这，他敢开快风，咱别的不是，你看看啊，看了啊，你是不是先有几个？还有几个？两个刚跑完，你把前面看两个线距离多少？对呀。都没啥问题，你不像我擦去知道吧？像有速度再快的话，我有可能就上绿化带了。没有这种情况下。我一车现在为啥他背一帮个车，他背一下。行，你把咱先认可不认可？警察可以不怎么样这些啊？可以认可是在办理，不认可你到后边算是吧？视频我都给你放几遍。知道。视频给你放几遍，不是这你。对，好，不是这你不。行。为啥？咱这不是快在这负责，你可能人家看完因为你自然人家怕这个把人的思维出来，你不认可你可以去覆盖，再就是你不认可你办理不了，所以我给我说你行吧，自己考虑。当时现场交警就已经定了，说是你责任，他不认。不认，咱这快被这罚款不够那个，可里边现在可有人家
有从2006年想法换那时候他现在还不认咋弄？不能到科里边去到科里边。啊。后来我一年把视频看完后，研究他这2年爬把人的数给他出来，这样明白了？这个叫什么便民服务调？怎么弄？那都想弄吧，我一下忙着，算了，你忙着，你开车我先忙着。多长时间了？你开车多长时间？我都开了10几年，这么明显的责任你一直不认可？不是不认可。证件还没看完呢，我看，我给你那个，我给你翻，我给你翻一下，等一下。你是要看那个险？都得拿，每个证件都要在。保险对吧？这个星越车主呢？在车里。在这。回来了。啊？这车咋弄啊？就停这块了，你也看了吧？对，看过了。咋弄？修呗呢，对方全责。我看了这个东西了，你给我发了。啊。这咋弄？咋弄？你赶上这事儿了，你出现这事儿了，咋弄啊？你现在是走对方的保险，修呗。你说这话，我这玩意儿一过来就啥都好好的，就让你换个胎换气，就整的现在我还车蹭了，事故了都。不是，这谁也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的人。当时我左边是那个花坛，已经没办法再往左靠了，没办法变道了，而且我正常直行，他在我右边，突然一把方向过来，我根本没办法预防，我俩当时并齐。那你看咋弄呗？关键是不是我的责任，知道吧？但是没办法，出现这问题了。再说我换传感器之前，我弄这个胎压，我也跟你说了，得上路试车。那你说咋弄？我这车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就换了胎换气，现在整的给我整成事故了都。还没喷。啊，这哪个现在？这个。现在这块儿，这不是蹭的这块儿吗？然后把这儿无痕修复，因为漆没有掉。这个轮眉的话掉了1.7，但是有点凹痕。这个轮眉是塑料的，不敢保证能烤出来。所以说轮眉有可能得需要喷漆。椰子板、铁件儿是不需要喷漆的。这对我后期卖车的话，影响大哇。那你看怎么弄？你让我看咋弄？你看咋弄呗？我咋看咋弄？你给我整成这样的，我咋弄？你说吧，我说这肯定是跟钱有关系的。我说多少你觉得不合适，我说多了我不合适，我说的少了吧你那儿不合适。让我说啥？你要不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把这个，这个肯定是走对方的保险，你在我这儿走保险，我把这儿给你无痕修复，不喷漆。然后这个轮眉有可能需要喷漆，把轮眉喷漆，然后这个无痕修复，走保险能走多少钱都归你，还有这个轮毂给你修复了，能走多少钱都归你，然后我另外再给你补200，相当于把车修好，走的保险钱给你，然后另外给你200块钱。兄弟，你给我那200块钱够啥？够我抽一包烟钱的不？而且你这玩意儿给我做了后期我再卖车的话，让别人看到
我这边全部刮过了，不是我咋说？所以说我跟你说的嘛，做无痕修复。你给我好说，完了给他们，我在卖车的话，他们肯定跟你一样专业的，也能看出来的。反正我不接受这个，对不对？我就这边换个胎压传感器，给我整的。我知道的，这个事情出现这种情况，谁也不想，因为我没办法去避免，没办法去预防，你知道吧？我要是能避免的东西，我不可能说给你蹭了。我开客户车老多了，也不可能说，是不是？那你看咋处理呗？反正刚那样子我不满意。你说吧，我说了，你觉得不合适？你让我说，你看我这个方案行吗？你就把这个给我撞的地方给我无痕修复修一下，啊。还有昨天我跟你说那些我车那小伤了啥了，你都给我处理一下。然后走保险的钱，剩的钱你给我。然后像你再后期你再出一点，再赔我点。额外就是昨天你问的这些，对，这是前杠，关键是这个缝的地方裂了。啊，跟你说的换杠，因为那边也有伤，对，而且你这也是后换的一个杠，给我换了，我不想再喷了。就当时我之前撞过后，我直接就给他换杠换过了，我不想刮你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也行吗？你看，你也不用给我到时候给我掏零点钱了，你给我这前杠就换成原厂的，你看行不？我这个换成副厂的，软得很。上次我都不乐意，把走保险的钱给你，然后你不额外给我了，你直接给我换成原厂的。关键你伤还多，前杠，然后当时说的左前翼子板，对，那坑，对，还有那门子后盖的坑，对，还有这个门里边掉漆的，对，都弄了，对。也行。撞过必须换原厂的撞。也行，但是这2天不行了。对啊。还得晚2天，这2天活腾不开，周转不开，给你弄的话，怕弄不完，耽误你时间。过了5一。过了5一。过了5一假期。这就到时候做无痕的话看不出来吧？看不出来。到时候像那些车贩子收车的话，不会说一眼就给你看出来前看不出来，不会。轮毂也给我修了。轮毂修复。行吗？那行呗，能咋办？撞了呗。现在这车经过协商，一再要求要快必须就得整。后盖这个欧进去了，无痕修复是做不了了，掉漆面积比较多。然后后盖是钣金喷漆，左后门这里有一小坑，金这里应该是别人开关门导致的修复。然后这个左前门正在拆掉，因为这个门子上做无痕修复，这个边上这个门板挨着梁的，
所以说必须把门板拆掉。这儿有个坑，不是特别明显，这儿有个坑，粘胶带的地方都有坑，这2个坑，这都是无痕。前杠的话，前杠直接换掉，马上把前杠拆掉。前杠这种就是后换的，爆漆一撞就裂，原车的一撞只会变形不会裂，这种后换的就是跟你说原厂的依然会一撞就裂，除非原车或者是拆车啊，就是意思除了原车别的啥都不好使。这是我换过最多的杠里边，配件跟你说原厂的服务站的照样一撞就裂，原车的很少一撞就裂啊，变形，而且自己会回形，顶多就是大的变形拉形不好整，烤一烤回收以后形状也不是特别好啊，但是不会裂。然后右前轮胎拆掉，轮眉拿掉。轮眉的话变形，车主要求换掉，换原厂的，服务站的没多少钱。轮眉换新的就得做下漆，叶子板正好把内衬拆掉做无痕。前杠的话不用考虑了，直接换拆。然后奇葩的是这个吉利的漆啊，你看到没？生锈，这块直接掉了锈，粘着漆，起渣的，一呲就掉。这漆自己爆，我说这门子你换过，他说他没换过。这刚才看了，也的确是没换过，螺丝都没动过，锈成这样子了，可见一般啊。4年的车，20年的吉利星越 L。粘胶带的这地方都得弄，门框子咱们就给它做一个微补。现在已经前脸拆掉，两边内衬都下掉，做无纹修复的做无纹修复。这个杠的话就直接更换。这就是后换的杠，看了吧？这就是后换的杠，看了吧？全是爆漆，塑料底漆没打好。其次就是一撞就裂，这地方像这种崩石子都掉漆。给你们看看，人家同样是吉利原厂的保险杠什么样子。所有事情都是真实的，兄弟们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修理工一旦开客户车出现问题，非常难解决，这个双方都不好受。因为你如果是试车，对方全责，这还好；如果是你的责任，或者是你开人家车出去，这个问题就大了，性质就不同了。